夜空为什么是黑的？聪明的你可能会立刻回答，因为太阳下山了呀，太阳照不到地球这一面，所以天就黑了，很合理，对吧？但问题是，宇宙里可不只有太阳这一颗恒星，你现在抬头看到的每一颗星星，本质上都和太阳差不多，它们也在疯狂发光发热，有些恒星甚至比太阳亮几十万倍。那问题来了，如果宇宙是无限的，恒星也是无限的，那么理论上，你朝天空任意一个方向看过去，最终都应该能看到一颗恒星。哪怕再远再暗，只要数量无限，光最终都会填满整个天空。这样说没毛病吧？换句话说，真正合理的夜空不应该是黑的，而应该亮得像太阳表面一样刺眼。但现实却完全相反，夜空是黑的。于是，一个足以让科学家头皮发麻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夜空是黑的？1826年，德国天文学家海因里希·奥伯斯正式系统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他被命名为奥伯斯杨谬。这个问题真正恐怖的地方在于，它看似只是个简单的天文现象，但实际上它直接挑战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因为按照当时主流观点，一个无限、静止、永恒存在的宇宙根本不可能拥有黑暗的夜空。最开始，科学家试图用宇宙中的尘埃和气体来解释。有人认为，遥远恒星发出的光可能在传播过程中被大量尘埃挡住了，所以夜空才会变黑。这个解释乍一听好像挺合理，对吧？但很快问题又出现了，因为尘埃虽然能吸收光，但吸收之后，它自身也会被加热。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只要时间足够长，这些尘埃最终也会被加热到很高温度，然后重新向外辐射能量。简单来说，尘埃最后也会发光。那么问题又绕回来了，夜空依然应该是亮的，于是尘埃理论失败了。后来又有人提出另一种观点，会不会宇宙其实不是无限的？如果宇宙中的恒星数量有限，那夜空亮不起来，好像也说得通。但这个解释同样存在问题，因为在当时的静态宇宙模型中，一个有限且静止的宇宙很难长期稳定存在。所有物质之间的引力会逐渐破坏平衡，最终让整个宇宙发生坍塌。于是科学家发现，不管怎么解释，好像都不对，整个问题彻底陷入死局。直到20世纪，一个真正改变人类命运的发现出现了：宇宙正在膨胀。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埃德温·哈勃通过观测发现，遥远星系正在远离我们，而且距离越远，退行速度越快。整个宇宙就像一个正在不断被吹大的气球，而这个发现也终于解释了夜空为什么是黑的。首先，既然宇宙正在膨胀，那就意味着过去的宇宙比现在更小。如果不断把时间往回推，最终一定会回到一个极端致密、极端炽热的状态。这也就是后来的大爆炸理论。目前主流观点认为，宇宙年龄大约是138亿年。注意这个数字，138亿年意味着光并没有无限长的传播时间。很多极其遥远恒星发出的光，直到今天都还没来得及抵达地球。既然有大量恒星的光还没到，那夜空自然不可能被彻底照亮。但真正恐怖的部分现在才开始。宇宙膨胀不仅会让星系互相远离，它还会拉伸光本身。你可以把宇宙想象成一张正在被不断拉大的网，而光则是在这张网上传播。当空间本身被拉伸的时候，光的波长也会跟着被拉长。原本属于可见光范围的光，最终会逐渐变成红外线、微波，甚至无线电波。而这些人类肉眼根本看不见。这就是著名的宇宙红移。换句话说，夜空并不是真的没有光，而是大量来自宇宙深处的光已经被宇宙膨胀拉伸成了人眼无法识别的波段。事实上，整个宇宙至今依然充满着大爆炸留下来的余晖。1965年，两位科学家意外发现，整个宇宙都存在一种均匀的微波背景辐射。后来科学家确认，这其实就是宇宙诞生初期残留下来的能量。只不过经过138亿年的宇宙膨胀，它已经从最初炽热的高能光线被拉伸成了今天的微波。甚至有人说，如果你小时候看过老式电视机，那些没有信号时出现的雪花噪点，其中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其实就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也就是说，你小时候盯着发呆的电视，雪花里可能真的混着138亿年前的宇宙回音，是不是突然有点头皮发麻？但比这更绝望的是宇宙膨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严格来说，并不是那些遥远星系自己在超光速飞行，而是它们之间的空间本身正在扩张。结果看起来就像它们正在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而这意味着有些极其遥远的星系，它们发出的光永远都无法抵达地球。永远，这就是可观测宇宙的概念。人类今天能看到的宇宙，并不等于真正全部的宇宙，而只是那些光来得及到达地球的区域。在可观测宇宙之外，还有什么？没人知道。也许那里还有无数星系，也许存在完全不同的宇宙结构，甚至可能有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物理规律。但无论那里发生什么，人类都永远无法得知，因为信息根本到不了这里。换句话说，人类从诞生开始就被困在了一个巨大的宇宙牢笼里，而更残酷的是，这个牢笼还在不断缩小。1998年，科学家发现宇宙不仅在膨胀，而且膨胀速度还在加快。推动这一切的神秘力量被命名为暗能量。直到今天，人类依然不知道暗能量到底是什么。而随着宇宙持续加速膨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星系彻底离开人类的可观测范围。从此以后，它们的光将再也无法抵达地球。几十亿年后，在人类能够看到的宇宙中，星空会越来越暗，银河系之外的大部分星系都可能彻底从夜空中消失。未来的人类文明如果真的还能存在，他们抬头看到的夜空或许将不再有今天这种浩瀚星海。他们甚至可能会误以为宇宙中只有银河系，因为其他星系存在过的证据已经被宇宙亲手删除了。而宇宙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在等待人类探索，而是在不断删除人类能够看到的一切。更讽刺的是，人类之所以能够发现宇宙正在膨胀，恰恰是因为我们正好生活在一个还能看见其他星系的时代，而未来文明可能连发现真相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夜空为什么是黑的这个问题，本质上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现象，它真正揭示的是宇宙不是静止的，宇宙也不是永恒的，而人类看到的一切都只是宇宙允许我们看到的一小部分。也许终有一天，人类会发现，真正黑暗的从来不是夜空，而是宇宙留给我们的认知边界。这里是宇宙之思，宇宙很大，人类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们从未停步。